这是九华山88岁圆寂的普文法师坐缸3年修成肉身菩萨开缸的真实画面。漂亮，完完整整的。哎呀，棒！遗体放入水缸后3年不腐，甚至头顶还长出了新生的白发。现场挤满了四面八方来的人，只为了见证这神圣的一幕。在佛教中，能够成为肉身菩萨是每个僧人毕生的梦想，甚至在圆寂后有几颗舍利子，就算功德圆满了。修成肉身菩萨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都可以说是罕见的。2000年12月，88岁的普文法师预感到了自己离世的时间，于是开始不再进食，除了喝水就是打坐。弟子们担心普文法师的身体，轮番劝导让他进食，没想到却听到了令人震惊的一番话。他称自己的命数到了，并且还向弟子安排了他的后事，在他圆寂以后，既不要土葬，也不要火葬，而是把他放进缸中。弟子们十分不解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佛教一般都是采用火化的方式，如果修行者道行深，甚至还会留下佛教至宝舍利子。谁知普文法师却称他要飞升，将他封进缸中，3年以后才可以打开。那时候他就修炼成了肉身菩萨。弟子们一个个大吃一惊，要知道做缸一不小心就会尸骨无存。这么多年来，九华山有记载的肉身菩萨，现在能看到的只有9尊，之前也有不少僧人想要做缸，可最终成为肉身菩萨的几乎没有。有弟子想劝普文法师打消这个念头，但却遭到了拒绝，称一定要按照他的遗愿安葬。说完这些后，普文法师就圆寂了。弟子们只好按照普文法师说的，将他的遗体擦拭干净之后，摆成盘坐的方式放入了缸中，并在空隙当中塞满了木炭和石灰。这时候就可以将缸盖死死地封存。不过在一段时间以后，必须先打开缸盖底部的小洞观察，看看有没有散发出腐烂的味道。如果有，就证明无法修成肉身菩萨，必须赶紧引燃木炭，将遗体火化。如果没有异味，则继续封存，按照普文法师的遗愿，等3年后再开缸。普文法师俗名方长生，安徽六安人，因家庭贫困，8岁随着舅舅来到了九华山，10岁开始正式跟着师父诵经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佛教徒是捐钱捐物，普文更是向师父提出要从军抗日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正是这一番话感动了师父，于是便答应了他，并率领众僧给他送行。等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他再次回到了九华山，并在这里圆寂。等2003年8月19日举行了开缸仪式，成功修炼成了肉身菩萨。他也成为了九华山开山以来第14尊肉身菩萨。悬空于2500米的半山腰，竟然藏着15尊1000年肉身菩萨，全部用真人包塑成像，还有一尊指甲仍不断生长。您说殿宇里菩萨是不是指甲还在生长？你过去看一下，看见了吗？这不是吗？这就是指甲在生长。这些肉身像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？他们又是怎么做到1000年不腐的呢？1996年，山西政府要开发绵山，探测人员在到达山顶以后，意外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：山顶有一个奇怪的山洞。众人就想着进去勘探一番，由于里面的可见度太低了，他们只能摸索着前进。突然，其中一个人的手似乎摸到了什么，圆圆的，就像是一个人头。手条件反射地退了回来，却发现头盖骨竟然动了，吓得他赶紧跑了出去。众人听到这都吓坏了，这山洞里怎么会有头骨呢？难不成是有命案？于是赶紧报了警。等警方赶到以后，就被里面的景象给震惊到了。山洞里整整有10几个泥人，上前仔细一瞅，差点没吓得跌坐到地上。从那个头颅顶上就是能看到里边是个空洞，经过他的这个手关节吧，
他就把这个指头露出来了。泥土里面包裹的竟然是一个真人，再看他的眼睛，这分明是一个人的眼睛。而且看皮肤还没有腐烂，应该是还没有去世多长时间。可整整10几具遗体，他们究竟是谁？再看他们都被摆成盘坐的姿势，难不成在举行什么仪式吗？此时警方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大型命案，一个个慌得不行。究竟是谁或者什么组织干的？然而当地的文物部门听说以后，立马就赶了过来。在看到这些泥人以后，顿时激动不已，称这可是大宝贝，给在场的人都惊呆了。原来经过检测，这些遗体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，而且这些肉身菩萨根本就没有用过任何的防腐技术，是难得的珍贵文物。看着检测结果，在场的人才反应过来，直呼原来传说中的包骨真身真的存在，难不成真是高僧的修为达到了一定境界，就会在圆寂以后成为肉身菩萨吗？不过用泥土包裹的肉身菩萨还是头一次见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经过调查，当地的僧人表示，这很有可能和日本人有关系。当初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，到处烧杀抢掠，就连寺庙也不放过。僧人们为了保护这些肉身菩萨，于是就在他们外面包裹上了一层泥土，然后将他们藏在了山洞当中。根据研究，专家发现这些肉身菩萨从唐代到明代，哪个朝代的都有，而且每一个的面容都不相同。不过一样的是，他们历经1000年都跟刚刚圆寂的时候差不多，甚至过了一段时间，还有人惊讶地发现，其中一尊肉身菩萨的手指甲竟然还在生长，简直是奇迹中的奇迹，还被称为是中国的木乃伊。您觉得木乃伊和肉身菩萨有可比性吗？